AI 不是一个技术革命 ，AI 是社会革命 ，AI 是一次社会变革，是一次工业革命级别的变革，而不是一次单纯的科技变革。我们依然低估了这个 AI 吗？你觉得未来 AI 它会以什么样的这个形式超出我们所有人的预期？老师不会再成为所谓的答案的提供者，那就意味着说，整个 AI 把我们所有的过去的这些所谓权威的根基重塑了。它某种意义上也是劳动力人口的一个再创造，相当于说到最后，这个一个新的文明的经济的新的动力不是靠生出来的，而是靠创造出大量的这个软硬件的 agent 跟这个机器人。是的，是的，以后的 agent 的数量，我觉得肯定是比人类数量多的。从人的角度来讲，它会越来越小规模，越来越专注啊，越来越去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小创业团队、超级个体就越来越强了，出现大量的这个可能，比如说10个人的团队，你只需要10个人工资费用，然后出现一个年收入上千万美元的这么一些 AI 工具的创业企业。DeepSeek 和哪吒给这个时代带来最大的意义，其实是给大家提供了新的成功范式。这个范式是什么？就是长期专注在自己的产品上面，因为你长期，所以你可以抵抗波动，因为你很专注，看上去低增长的地方也能找到长期的机会，找到自己的那个核心能力，找到自己对什么东西的理解和洞察是超过常人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怎么和 AI 结合去放大它。AI 最大的价值是把你那些微不足道的，甚至看起来非常非常细小的洞察，变成某种生产力和其他的生产去结合在一起。大家好，我是 Bill， 欢迎来到 Build It Up。我们是全球首个连接东方与西方、科技与人文、人工智能与 Web3 的跨界沟通平台。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对话。今天的嘉宾是张金健，绿洲资本的创始合伙人，投了很多的明星项目，比如说像 Minimax、逐迹动力等等。被誉为中国投 AI 最猛的人，去年还入选了财富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业精英榜。金健，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认识了有个10多年了吧10多年，对对，老同事。咱们直接开始啊。第一个问题，我了解你一直都非常的专精和喜欢历史，研究历史也一直是你在投资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啊。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就是说，如果按照对比的话，我们怎么去理解现在依然是低估了 AI 时代？就现在跟比如说当年的这个工业时代，怎么去做一个类比啊？在22年，当时我看到 Stable Diffusion 开源，我就跟团队讲说，接下来我们把所有手上的工作全部都放掉，然后我们就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研究 AI 和看 AI。当时还在看其他什么方向？其实22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看了很多跟数字化相关的，有 SaaS 有 3D 打印有合成生物。但那个时候我觉得相比于 AI 这个机会而言， AI 是一个工业革命级别的机会。所以当时我们去研究的时候，我就做2件事。第一件事呢，去 follow 整个技术的进展，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技术最前沿的人去交流。那我觉得第2件事情呢，就是我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我把那个电脑报从1990年到2020年这30年的电脑报全部买回来看了一遍，还有大众软件。因为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回顾历史的时候呢，喜欢倒叙，但你知道逻辑其实很多时候是后验的就是今天讲出来都是娓娓道来的，但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不一定是这么去思考问题。当时那个时间人们怎么去思考问题的方法，就是去看当时的杂志就是在1990年的时候封面是什么，他怎么思考问题，95年的时候是什么。那个不是后视镜啊，因为它不是后视镜。那个时候你知道所有的人最担心的东西其实是内存问题没有人担心什么 CPU 算力还有是硬盘，对吧？硬盘最开始只有可能是几兆，后来10几兆就是没有什么1 G 的硬盘，所以所有人担心的问题就是硬盘。当时有篇文章他就说，你去预测一下30年后，就是2020年左右的时候，电脑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那个人的预测就是说，我认为未来的电脑会有几万个 G 或者几亿个 G。就他的所有的思考不是在 CPU 上面，超级单机、超级大的硬盘。有时候我觉得你去看那段历史挺有意思的，你会发现就是说，人类对科技的想象其实是线性外推的。科技它其实很像浪，一浪一浪一浪，但是他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他是这一浪把它无限的线性外推，而不是因为这一浪而带来的新的那一浪。内存，所以后来是被云给解决了，对吧？所以就是最后发现大家不需要焦虑内存。是的，内存和硬盘其实都不用焦虑了，对吧？现在可能我们买一个电脑512G 可能就足够了，对吧？就是因为大量东西存储在云上面。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按当时的线性外推，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个
几亿 G 对吧，或者几千 G 的硬盘。所以历史我觉得很有意思，线性外推吧，大家去思考问题上面的一种局限性。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去看了所有关于工业革命的这个纪录片，因为当时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说 AI 不是一个技术革命， AI 是社会革命。第二点的话，当时我去看了很多跟工业革命相关的东西，把当时整个英国在工业革命过程里面所经历过的问题啊，包括一些运动啊，包括当时遇到的一些社会现象啊，都全部读了一遍。在我来看的话，就是整个 AI 是一次社会变革，是一次工业革命级别的变革，而不是一次单纯的科技变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当时23年市场上为数不多这么去说的，可能甚至是第一个这么去说的。第二个东西呢，就是说当时我们去讲 agent，23年我们写了很多文章关于 agent 的就是我们认为这次革命最后的落脚点是落在 agent 上面，而不是落在所谓的一些软件啊或者一些什么生产力工具上面。这个也是当时在读工业革命的历史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吧。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觉得今天我们依然低估了这个 AI 吗？你觉得未来 AI 它会以什么样的这个形式超出我们所有人的预期？我们 absolutely 严重低估，我不是说低估，我说是严重低估，严重低估。就是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就是说比如像现在很多大学是不敢开卷考试的，因为一旦开卷考试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用 AI 在完成这次考试，那他就只能闭卷考试。那请问闭卷考试和开卷考试对一个人的训练和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就意味着说他其实今天已经冲击到我们的整个教学体系了。第二个东西，今天很多学校的学生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问 AI， 问 ChatGPT， 问豆包，问 DeepSeek， 而不是去问他的老师。很简单，因为他第一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老师，第二他不知道老师会不会骂他，第三他可能有社交的压力，老师不会再成为那个所谓的答案的提供者。当老师不是答案提供者的时候，老师的权威性从哪里来？那如果老师不是一个业务的1号位，难道老师只是一个管理的1号位吗？那老师何以为师？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天很多孩子，特别是青少年，今天他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他早恋了，看到一个女孩子特别喜欢，或者今天被老师骂了，他想问问题，他有情绪，他会跟谁讲？他先跟豆包讲，跟 AI 讲，跟 GPT 讲，跟 Claude 讲，他不会跟爸妈讲。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跟爸妈讲有压力，他不知道爸妈会怎么去对待他，他也不知道爸妈有没有足够多的耐心去对待他。我只是说了今天正在发生的3个点，那何以为爸妈呢？那以前我们说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说父母就是孩子心目中的一种领袖，对吧？一种权威。那请问在家庭里面权威何以存在？在教学里面权威何以存在？我们过去讲纲常，我们讲权威，那就意味着说整个 AI 把我们所有的过去的这些所谓权威的根基重塑了。那再往后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变？整个伦理道德社会法律教育全面的改变，而这个改变今天已经开始。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啊，不仅仅是中国啊美国啊，就是我觉得是全世界对这件事情的深度的讨论研究和应对是不够的，是远远不够的。我想起这个70年代的时候，其实当时还有美国的数学老师上街游行，反对这个学生用计算器。我理解这里面应该也有他们这个害怕失业的这个顾虑，但后来发现那个只是一个简单的科技革命，所以呢，这个数学老师依然存在，对吧？但是你说如果这是一个范式升级的话，那可能很多东西都会被重塑了。是很多东西重塑的，就是又回到你刚才说那个问题，工业革命其实有几个很核心的时间点，比如像这个瓦特开始去改良蒸汽机，其实是1763年，然后他大概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去改进啊，包括中间有很多其他的科学家去参与这个改进。大概到1790年前后的时候，我们认为蒸汽机的整个技术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然后呢，再往后面走的话，其实就进行了所谓的圈地的运动，对吧？就是因为有一些中型的农场主可以因为蒸汽机的原因去兼并一些小农场主的土地了，于是这些小农场主呢就失去了他的土地，然后就进入到了城市。他进入了城市干什么呢？他就变成了产业工人啊，就变成了工厂里面的工人。而这些工厂呢，为了节约成本呢，它往往不是在市区，也不是在郊区，而是在市区和郊区中间跨界的地方，其实就是后面很多贫民窟的来源。就是因为很多产业工人在那个地方开始聚集，而这些产业工人其实最开始就是一些小农场主，然后这些小农场主呢，他是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的。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产业工人其实是妇女和儿童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很著名的小说在描述，对吧？比如像《巫毒孤儿》讲了一个 Oliver 的故事。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就是1870年英国出台了一个类似于叫初等教育法。这个初等教育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大家都是手工艺人啊，大家都是自给自足的，大家相互之间去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以物换物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工业革命的存在，我们大规模的把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变成了产业工人，所以我们需要它更加规范、更加高效、更加整齐划一。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把识字率变成了核心的教育目标。
而不是再是什么传道授业解惑。因为很简单，英国需要培养大量的产业工人，所以他需要他们能读懂字，他们只有能读懂字而不仅仅会说，他才能被培训，他才能迅速上岗。所以你会发现，从1870年以后，整个教育过去100多年其实是围绕产业工人展开的，本质上在培养产业工人，越来越多的专业，越来越细分的专业，其实是越来越针对当时的产业集群去做训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意味着说，这次的科技革命已经深刻的影响到了整个教育制度和对人的培养。1790年到1870年，这中间大概80年的历史。这8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人类在这个中间，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说全球开始出现大的教育改革，说我们过去学的东西没用了。因为以后 AI 就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今天没有，我们现在大概在20年、30年这个阶段。那我们认为整个工业革命走完到1950年左右的话，我们大概还有100多年的历史。我们现在大概走在整个工业革命的非常非常早期。你可以想象就大量的那些小农场主，当他失去土地了之后，他们聚集在了工厂，对吧？然后他们形成了贫民窟，他们居住条件很差，他们的卫生条件很差，然后这个时候开始有个哥们儿说工人阶级也很重要，这个哥们儿叫马克思，1925年，对吧？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包括中间有这个共产党宣言。我们今天认为的很多，好像我们生来就觉得说他已经在那儿了，好像就像铁定的规律一样出现的那些事情，其实不是的，是因为巨大的生产力的变革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于是带来了思想理论的创新，而这一切都出生在这15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差不多在这个时期吧。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AI 当下的话，好像这个小团队小创业团队、超级个体就越来越强了，出现大量的这个可能比如说10个人的团队，你只需要10个人工资费用，对吧？然后出现一个年收入上千万美元的这么一些这个 AI 的工具的创业企业。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就是大量的创业企业越来越不那么需要钱了？觉得就是说 VC 在这么一个大时代里面应该怎么去自处呢？这个其实是3层问题啊。第一层就是说企业未来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规模，然后第二东西呢，从资金的角度来讲，或者叫资源的角度来讲，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资源。那第3个就是 VC 在这个生态里面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那首先我觉得是人的数量，每一次大的科技革命都是让人才的密度进一步的增加，或者说让人的数量进一步的减少的。IBM 大概到10亿美金收入的时候是1940年前后，大概1942年的样子，这个时候IBM 大概有14000，到了 Amazon 到10亿美金收入的时候，我记得差不多应该是8000人左右。然后到 Facebook 到10亿美金收入的时候，大概是2200个人。OpenAI 到10亿美金收入的时候，大概是800个人。如果今天 DeepSeek 能付费的话，我相信它很快也会到10亿美金的收入。那 DeepSeek 大概最开始只有140个人，那今年肯定扩张了一些，可能到现在180个人，不到200个人。所以我们把历史的纵轴打开啊，这些哥们儿到10亿美金收入的时候大概的人数，你可以看到其实每一次革命差不多都是下降一个数量级，对吧？14000人、1400人、140人。今天我觉得整个 AI 的这个能量还没有真正释放出来，等到这些能量都释放出来的时候，可能只需要14个人，那就意味着说14个人能够造就一个10亿美金 revenue 收入的一个公司。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它会越来越小规模，越来越专注越来越去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可以是小规模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思维上的转变，到底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比如像这个对福特公司而言，它真正的价值创造的主体是一个流水线或者是一个生产链，最后呢，它就取决于这个生产线的扩展的能力，我们就所谓的规模。到了 Facebook 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人在打造一个产品，对吧？其实对用户而言，他并没有接触到这个 Zuckerberg， 他接触到的其实是一个可能叫 Meta 或者以前叫 Facebook 或者叫 Telegram 的一个 Instagram 的一个产品，它是通过产品来完成价值创造，以后完成价值创造的就是一个 agent。 其实就是说可能是有10个人，他们都是这个领域最顶级的 expert， 他们像 coach 一样把他们毕生的经验和他们的审美给到了这个 agent 在世俗意义间在社会上去完成了价值的创造。前端是一个 agent， 后端是非常小规模的一个顶级的 expert 团队。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在早期的时候他们仍然是需要钱的，需要一些资金来作为启动，对吧？包括DeepSeek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也接触了很多的投资人，形成正向循环的这个周期会比以前更短。
完，资本会这个一头一尾化中间可能就被放掉了。这里面我觉得你说这个一头一尾，一头的话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再怎么样的话，这个10个人的小团队刚开始这个比如大学毕业，他肯定还是需要给自己发工资嘛，对吧？这个尾的话呢，我们理解就 Web2 的时候，其实那个尾也很大啊。你像 Vision Fund 1000亿美元，对吧？他就是给每个人都讲一个高筑墙广积粮的故事。那你觉得就是说未来在人工智能行业里面，这个尾就相当于说这个 late stage 还会跟这个 Web2 时代一样那么大吗？就是还需要孙正义这样的这个1000亿美元的基金一期一期的重复出现吗？我觉得会更大，那个时候可能是1000亿美金、1万亿美金。我觉得 OpenAI 其实已经在给我们展现一件事情，无论从资金的需求的角度来讲，还是说从天花板的角度来讲，其实都在指数级的变大，对吧？以前一个 Vision Fund 我们投一个项目投10亿美金，你想当年中国这个 Web2 时代的时候，这么多非常知名的公司，可能 Vision Fund 进来投个10亿美金，我们认为是很大的一笔钱了，对吧？可能30亿、50亿美金的投资我一下都很难想到，但今天可能说3000亿美金、5000亿美金，它已经大了2个数量级了。因为以后帮你干活的那个人是个 agent， 所以 agent 它天然它相比于最开始的产业链而言，它的扩展性和规模化是更容易的。你只要给它足够多的电，给它足够多的资源，理论上它就可以涨到需求的天花板，所以它的这个 curve 会很快很陡峭，因为它很快很陡峭，所以它可能需要的资金量在短时间的密度是更高的。所以以前可能是5年融50亿美金，以后可能是一个 round 融50亿美金，所以我认为后期是更大，超过我们想象的。你觉得这个逻辑的话，在春节之后，就是 DeepSeek 之后的话，也依然存在？因为春节之前，我理解这个是一个行业共识嘛，对吧？这个Sam Altman 都来阿布扎比想融一个这个几万亿美金。是，我认为仍然存在，因为 DeepSeek 它解决的其实是一些工程学上的问题和成本上的问题，但是就这个产业链本身，我觉得没有形成什么大的这个格局上的变化。大语言模型或者我们今天讲的 AI， 它天然是没有语言限制的。这就是我觉得23年的时候，当时我见了一个硅谷的创业者跟我说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我最看好的方向是 AI coding。哇，那个时候23年年初，就是这个没什么人在讲这个东西。他说我最擅长 AI coding。我说为什么？他说 LM 最擅长的是 language， 是语言。它语言里面，我认为今天最能够规模化的是 coding。语言就意味着什么呢？就它天然没有文化语言的这种所谓的限制。最后就是回到人性了，对吧？一旦你能满足一定特定人的需求，我们抛开什么 distribution channel compliance， 我们把这些如果都丢掉的话，就理论上这个 agent 是可以服务全世界有这个需求的人。他服务一个中国的这样的消费者和他服务一个西班牙的消费者是没有区别的。那如果今天这个孙正义跟你合作，你们俩一起再募一个1500亿美元的基金的话，那第一笔的这个投资，你觉得你会投给谁啊？这是个好问题啊！这个我觉得，如果有一个1500亿美金的基金，我觉得今天有很多 infrastructure 的公司应该投啊。当然，我肯定还是投给中国的创业者啊。我觉得 AI 特别是跟智能硬件的结合吧，我觉得中国的创业者特别是跟智能硬件和制造业的结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机会。明白，所以听上去你会去投硬的东西，对吧？而不是比如说去投一个 Notion 之类的应用层的一个，比如说笔记软件之类的。对，我觉得可能是跟硬件，我觉得可能是机器人，对吧？可能是人形机器人可能是 AI 眼镜。然后我觉得反而是如果跟软的结合的话，反而是一些跟产业相关的，比如 AI for Science、for Biotech、for 这个量子物理，它是跟一些深度的产业结合的。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机会。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其实是它需要通过 infrastructure 去 generate enough context 后呢，让这些 model 可以去学习。因为有些 context 不是我们今天人类给到他们的，而是通过实验才能给到他们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理解它某种意义上也是劳动力人口的一个再创造，相当于说到最后，这个一个新的文明的经济的新的动力不是靠生出来的，而是靠创造出大量的这个软硬件的 agent 跟这个机器人。是的，以后的 agent 的数量，我觉得肯定是比人类数量多了。现在可能人类有maybe 60亿、70亿，那我觉得以后可能至少多一个量级吧，600-700亿，他们在创造核心需求，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咱们跳出来想，有的时候经常，比如说，尤其是看携程、梁建章的一些文章，都会很焦虑，说这个华人这个儒家文明的这个人口问题，将来该怎么解？那有可能到最后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完，但最后就儒家文明创造的这个硅基的劳动力有很多。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凑合着也行？这里面我觉得要有一个很大的思维改变，就是什么东西在创造价值。就是我觉得工业文明时代的创造价值的方法其实是生产，所以我们讲劳动力，你没有生产你就不创造价值，对吧？谁能生产谁能创造价值，生产消费都需要。到了 AI 时代里面，谁敢消费谁创造价值。就以后人在 UBI 的世界里面，更多的创造价值的方法是消费。
就是你去买这个东西，其实你在创造价值，因为生产和消费没有谁高谁低，对吧？它就是一个稀缺性嘛，它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只是以前大家都想消费，没人愿意去生产，所以生产变得很稀缺，对吧？包括那天我有一帮这个 AI 的创始人到我家来吃饭，我一个朋友呢就介绍说，这是谁谁谁啊，这是哪个公司的创始人，这是哪个公司的董事长。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你看，这就是我们工业时代的陋习。就是为什么这么介绍 title 呢？因为他这个公司代表了某种社会形象，而这个形象就是因为这个公司创造了一些东西啊，或者生产了一些东西，比如生产鞋，对吧？生产衣服。他作为董事长呢，说明他是这个创造的核心的创造者，他是个 KOL。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我觉得未来可能 AI 时代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人可能让你觉得很舒服，对吧？或者这个人你跟他待在一起你会很放松，对吧？或者很松弛，或者他是全世界收藏某个卡最多的人。就我觉得未来的人和人之间的介绍啊什么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对，有可能都会指向这个个体本身，对吧？个体本身指向他的性格，指向他给你的某种感受，对吧？你刚才也反复提到了这个 DeepSeek， 这个好像和哪吒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如果我们跳出来看的话，好像这都是属于一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核心圈子之外突然蹦出了一个东西，然后呢让核心圈子里面的人都觉得，怎么我好像都错过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觉得就是说未来在 AI 领域还会有继续这样的这种就是让大家都跌破眼镜的这个错过吗？对，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我们内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跟大家做过一些类似的分享，就是说我觉得 DeepSeek 和哪吒给这个时代带来最大的意义，其实是给大家提供了新的成功范式。过去30年中国是一个高增长低波动的30年，所以最大的赢家是那些最能够加杠杆的人。因为低波动，所以你的杠杆不会爆仓；因为高增长，所以你杠杆越高你就拿得越多。于是你会发现那些各行各业里面成长最快的公司，无论是1级市场、2级市场还是一个企业，其实是那些最会加杠杆的人。它包括融资的能力，对吧？包括聚集人才的能力，包括可能是 present 的能力。这些人他在加杠杆的过程里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显然我觉得从15年以后，特别19年之后，整个社会在发生变化，那这个社会可能变成了一个低增长高波动的社会。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杠杆越大，你越容易爆仓。所以可能20年之后，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去杠杆的过程。在这个去杠杆的过程里面，那些当年加杠杆很厉害的人，比如像贷很多的款去买房子的人，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人还是作为一个企业，对吧？特别是我身边很多人首付都是借的，去杠杆买深圳、买上海的房子，或者北京郊区的房子。对，那个时候就是中国相当于说大量的人其实都是微观的一个许家印，就许家印是一个更大个体的一个个人，大家都是说我赌中国未来，对吧？有多少年，然后大家都 take 杠杆，所有人都在做这个游戏，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非常的痛苦，然后整个中国我觉得很多群众这个非常的沮丧。我觉得沮丧的点在于说他不知道未来的成功范式是什么，因为他知道过去的范式就是踩油门加杠杆，那什么是下一个20年30年的范式大家不知道。今年的哪吒然后到 DeepSeek， 我觉得其实让大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的成功范式是什么。这个范式是什么？就是长期专注在自己的产品上面。因为你长期，所以你可以抵抗波动；因为你很专注，所以看上去低增长的地方也能找到长期的机会。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你的杠杆率很低，所以它也能够让你去长期。所以你会发现语速也好文风也好，对吧？还有包括饺子也好，其实这些人并不是一个融了很多钱或者很善于去演讲或者言谈的人，但是反而是这样的性格在这个时间里面杀出来了。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他为下一个时代中国的创业者提供的一个新的范式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对于创业者来讲是好的，也就是说这个不管你拿不拿知名基金的钱，其实你都有机会成功。那从这个投资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你会建议就是说大家作为这个专业投资者是这个为他们的生命力鼓掌，等他们做成了以后我们也去看他们的电影，还是说要进行有效的反思，在下一次的时候是有可能捕捉的？前者其实是跟自己讲和嘛，说我不捕捉了，就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外，我只能是这个负责鼓掌。然后后者呢是说可能等下次的时候我是可以把它纳入到自己的能力圈的。就像这个股市，如果这个股市大盘很好每个人都是股神，随便投就行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可能进入到熊市了熊市之后发现还有几个股票涨得不错这个好像之前都没关注到，然后突然涨起来了，然后就问自己，我是去关注它呢还是我不关注它呢？讲和呢，对吧？我觉得呢其实就是说它其实是对我们每个投资人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过去那个撒种子的买贝塔的讲故事的时代也过了，你
得更加专注，你得跟这个时代最有生命力的最好的创始人走在一起，然后你得给他提供帮助。这个帮助不仅仅是钱上面的，对吧？包括他怎么去度过这个很难的这个孤独的周期，对吧？怎么去一起去有一些资源上的互补。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其实欧美一些回报很好的基金，他们可能规模并不大，对吧？但他们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得很深，对吧？就是我觉得 VC 可能会越来越像这种东西。我相信这些公司在早期一定会融资，也一定会有更多的社会化资本去帮助他们。但是反过来对社会化资本的要求也更高了，不是说你过去有钱能拿20个点、25个点，那以后可能你要帮很多忙，一起来做事情，可能5个点、10个点。我觉得反向对我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吧，但这也是好事，就是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嘛，就大家都专心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其实2010年、11年、12年，就是中国 VC 在垂直电商里面的投资，最后被证明全部都打了水漂。因为这个最后其实这个市场只需要5到6个核心资产，而且全部都是平台，从这个淘宝、京东，然后再到这个后来的拼多多。那你怎么看？就是说过去的3、4年，中国资本投资的这个5到10个大模型，你觉得未来局面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我觉得这里面会有一些公司可能成为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一些本土的企业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些会成为全球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举个例子 MiniMax 今天的视频生成的调用量是 Sora 的2倍，是全球绝对的 No.1。 有多少是来自中国境外？绝大部分是中国境外，它用的那个叫海螺 AI 基本上国内调用的非常少。所以你看这个 A16Z 最近发布的一些榜单啊什么的，他们在视频领域就是绝对的全球 No.1， 他们已经成为了这个好莱坞很多导演在拍摄的时候的一个基础工具了。国内的人为啥用的少呢？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MiniMax 用的就是全球市场，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反而它没有做中国市场。比如它的 Toki 海螺其实一直是在海外市场里面发力的。我觉得中国其实有一些企业在全球的调用量已经涨得非常快了，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本身一开始就没有做国内市场。我觉得这里面会有一些公司成为全球的基础设施的，还有一些呢会成为国内的一些国企啊、央企啊、一些大型企业的基础设施。所以我觉得这5、6家企业里面2、3家都会有非常大的机会的，然后可能还有2、3家是来自于大厂，字节啊、阿里啊、DeepSeek 呀，我觉得这些都是也是非常优秀的公司。最后我觉得可能形成一个5、6家去服务的这么一个终局吧。是，我觉得这个过去这1、2年的确是整个华人世界士气非常高昂的。可能22年、23年那会儿吧，我还听到很多我觉得特别靠谱的人工智能的专家非常严肃的跟我说这个中国人这一代人都不可能再赶上了。这个让我想起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的有一些这个亡国论呢，然后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嘛，对吧？我觉得中国的创业者身上的韧性、自我进化的能力、全球的视野，我觉得在这一代85年以后的创业者身上是非常优秀和顶级的。我觉得创业本质上也是一种逆向选择，你 Day One 在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家庭的风险、财务的风险、社会的风险，你承担了很多种风险，那这个风险系数越大，压力越大，理论上选择出来的人就越优秀，对吧？就是千军万马嘛，大家过这个风险的这个敞口嘛。那今天毫无疑问，我觉得中国的创业者今天在这样一个全球大的动态变化的环境里面，在选择创业的时候，他所承担的风险可能是比很多其他国家的创业者要大很多的。比如像可能美国它的流动性更充裕，它很多很好的创业者一出来就拿很多钱，还有很高的这个试错机会，对吧？但中国创业者可能没有，但反过来他就要求这个人的能力是更强。所以我觉得中国是逆向淘汰出来了一帮顶级的创业者，而这帮创业者是有 vision 有 mission 的。中国从1980年到1995年，咱们都不说95后的这帮创业者，我就说1980年到1995年15年，中国出生了3亿人口。3亿人口什么概念？就是整个美国今天的人口数量是3个亿。美国1980年到1995年大概出生了6000万人口。如果我们认为人才是一个概率问题，天才是个概率问题，那中国今天的天才的数量就是全世界在这代人里面最多的。那剩下就是有多少有一个好的土壤让它生根发芽的问题。哪怕这里面再有90%没有生根发芽，只剩下10%，那它今天也是全世界 top tier 的。我觉得要相信整体。然后我觉得第3个东西呢，就是说中国的创新创业呢，其实比较强还是强在工程领域，包括我觉得在 DeepSeek 看到了很多工程领域的创新，我觉得确实是世界级的。我们可能在原创上面呢，今天可能还略显不足。所以我觉得在大模型或者整个 AI 发展的早期阶段，比较偏原创的，比较偏科学的，可能我们会稍微落后一点。但它一旦进入到工程阶段，进入到这个1到10的阶段，那我觉得中国的创业者是世界级的。就像我们的新能源车是一样的，对吧？我们不是最早
少这个，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要相信中国的创业者，特别是年轻创业者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帮人。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后进文明，也要和自己讲和嘛，就自己擅长工程的这个创新，它本来也是历史演进的这个一部分，不能说我作为一个后进文明，我就必须像这个1号文明一样，我现在立刻就开始拿这个几百个诺贝尔奖开始搞原创，对吧？对对，但我觉得也不能叫后进文明，就是说，当然先后我觉得是个时间轴的问题啊。那你说到这个唐朝，对吧？那我们是先进文明，也曾经牛过。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阴阳的动态变化的过程。然后不同时期呢，不同环境，不同的主要矛盾，对吧？或者说在追赶中的经济体。对对，在追赶中的经济体，我觉得今天它可能更擅长在工程上面，或者说在追赶上面，我们有方法论吧，对吧？我觉得工程本质上也是一种追赶的方法论。是的，然后我觉得等它可能足够好，就像工业革命时期，当时迎来了维多利亚时期，整个建筑百花齐放，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人有钱了要建私人会所，然后这个大家拼谁有钱，然后谁浮夸。中国今天没有进入到这个阶段，对吧？然后等我们的这个可能这些全球的创业者非常非常厉害了之后，他就会投入很多一些事情去建学校啊，搞教育啊，可能做很多事情，就像曹德旺他们做这个大学一样，对吧？我相信接下来可能我们也会在原创上面去取得更多的成绩吧。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个80后到95后，其实中国一共出生了这个3亿人。3亿人口，那这3亿人的话，就你的这个观察，就是大家能够做出一个好的企业、好的产品，这个在管理和企业的这个结构上，你觉得有一些改变吗？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更老一代的这个企业家，更多的还是比如说金字塔结构，对吧？是这个君臣结构，是一个阿尔法和他身边的这些高管的结构。比如说西方海洋文明的话，那可能会有更多的合伙人机构，但这里面我觉得是个灰度啊。你比如说这个西方文明里面现在最牛的马斯克，他也是走君臣结构的。就你怎么看？你觉得就是还是说儒家文明一以贯之的，最后咱们就是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有效？对你说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以前有一个知名的投资人跟我说，他观察企业的变化，就是从叫土代网，对吧？就是土匪里面的一个头子团伙之间的关系，从山大王结构开始。对，山大王结构开始，然后变成帝王和君臣的关系，对吧？然后后来变成皇帝和嫔妃的关系，对吧？后来变成神和仆人的关系和信徒的关系。他说这个中国企业家的4层关系，对吧？我觉得升级啊。不断升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这个哥们儿跟我讲，真的挺有意思的。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不变的，可能和一个变的。不变的东西呢，我觉得就是海洋文明跟农耕文明之间的区别。因为农耕文明呢，它其实首先它有个土地，所以你会发现农耕文明土地和土地之间它就有个边界。所以一般来讲，农耕文明的特点呢，是我们先确定彼此的边界，边界里面我自己说了算。那怎么算 ？A 有 A 的方法 ，B 有 B 的方法。农耕文明呢，往往边界比较清晰，但是在内部的组织上面呢，它其实是这个有各自的特点。但海洋文明呢，因为它海洋嘛，它没有一个所谓的边界。那没有边界怎么做生意呢？大家就首先得形成一个共识。我们基于共识，我们再来展开。那这个共识呢，就包括了一系列的丈量体系。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科学的发展其实是围绕丈量来展开的，对吧？就是更加精确，更加能够数字化。因为我们为了去形成一个共识，本身文明的一些特点呢，它比较容易出现权威。一个是农耕文明不变的地方。那第二个东西呢，我觉得变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1980年把计划生育写入宪法，定为基本国策。1980年到1995年出生的人口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因为这些人都是独生子女呢，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是很难合作的。因为一个组织它要能够稳定，就是上面的人要舒服，下面的人也得舒服嘛，对吧？它才能稳定嘛，都得舒服。那都得舒服。但以前有个大哥，对吧？大家可能那些人是老2、老3、老4，可能也习惯了，大家就觉得 OK， 对吧？或者父母也是这样。那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上面4个老人加2个父母，6个人宠爱他1个人，大家每个人都是那个权威，都是那个中心。那这个时候大家如果还要形成一个组织，就很难形成一个绝对的中心跟所谓的这种仆人或者君臣的关系，我觉得就会比较难了。以后的组织它就更像可能更扁平，就人人都是中心，人人都保持了一定相互的独立，但有一种方式来形成大家的共识。它不完全的去中心化，但它也不是完全的中心化。可能在这个里面，它会可能偏一个实验室一样的，可能说有一些实验室的老师他承担了一部分 leader 的角色，但可能整个组织会比以前更加扁平。我觉得这也是这个代际形成的变的那一个部分。中国的组织随着规模越来越小，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多，我是相信它的人才密度会越来越高，它的组织形式会越来越扁平的。君臣和合伙人之外，你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就是到最后更多的有个性的个体，对吧？这个就像你刚刚说的，像实验室，对吧？或者是像一个社区，对对，很像一个社区，对吧？或者会像一个，会像一个律所，对吧？可能有几个大合伙人，或者有一些小的合伙人，对，可能是这么一个结构。
你创立绿洲到现在其实有很多非常成功的投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对于你来讲给你带来成长最大的投错和错过嘛？包括就是你整个的这个投资生涯里面。首先让人成长的肯定是投错和错过，对吧？都别说错过，我觉得错过很多时候是自己给自己加戏，就是投错。你觉得错过很多时候是自恋人格给自己加戏了？自恋人格，我觉得没有错过，对吧？那你也还可以说你错过了任何一个太太，对吧？你可以说每个人都曾经是你的太太，对吧？你从电视上看到过她，那不是。我觉得错过其实很多时候是加戏，其实就是投错。我认为投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 ego， 就是投资人自己的 ego。投成自己的ego，对吧？投成自己的ego。就老子以前讲说为学日益，为道入损。很多时候我们讲做减法，那为什么你没有做减法？为什么你会被很多噪声所吞噬，对吧？为什么很多信息你选择了错误的信息？就是 ego， 不是因为那个信息是对的，而是因为那个信息折射了你的某种需求。比如这个项目很有名气，这个人很有名气，然后你觉得你投了这东西会很有面子，跟这创始人关系很好，对吧？然后现在有人要并购，那你觉得你要撑他一把。所以那天我看到一句话，他说一个顶级的交易员永远是在合适的时间带着止损进入市场嘛。这里面就是第一是合适时间，第二带止损。但很多时候就是在创业的过程里面，就是因为面子啊各种原因啊，对自己的理解啊，我觉得 ego 没有去很好的规避掉它。所有东西归根到底就这么一个东西，就是 ego。它展现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它最后就这么一点点东西。我们到底投这个项目的这个发心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创业者非常的优秀，他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支持，或者值得我们去投资，对吧？还是说因为这个人投了之后绿洲会变得很有名气？就是但凡你的出发点里面有比较多商业以外，或者跟这个人这个创始人和商业机会以外的这东西的时候，往往结果都是不好的。你越纯粹越简单，没有那么多我，也没有那么多绿洲，反而这个答案是很清晰的，非常深刻。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有一个问题补充啊，怎么样在这个 conviction 和 ego 之间做个平衡呢？就怎么样在坚定和自大之间做一平衡？因为有的时候需要的是坚定的扣扳机，有的时候是需要了解到自己是在自大，就这个事儿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坚定和自大其实在佛家的体系里面就是欲望和愿望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出发点是谁，是谁受益，是谁要做这件事情，是金剑，是绿洲，是这个创业者，谁是那个主体。比如你今天你要去做一个播客，你要让这些很好的投资人很好的创业者被更多的人看到，或者说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是这些人为主体的时候，你就会很坚持，哪怕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让你没面子，或者让你去有些经济上的损失，你都会非常坚持。但是如果你今天出发点说因为这个节目我必有要变得更有钱更有影响力认识更多的人脉，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你就会走样，这就是欲望。前者就叫愿望，后者就是欲望，就是你到底这件事情是为一个特定的人还是为了自己。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其实投资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一个创业者，你觉得创业者非常优秀，你就应该投资他。那今天所有人都说他不行，那你会很坚持，因为你的出发点是创业者。但你今天就是说我要来扶持你，对吧？我很厉害，我投资你就意味着你一定能取得成功，我是那个主体的时候，那这就是 ego， 这就是自大，那往往的结果就会比较差。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是谁很重要，从谁那儿出发很重要。我理解每一代的人到最后都需要去不断的认识自我和发展自我，但每个人其实最后也都会被外在的这个机会所吸引，然后呢可能现在这代的00后又会抱怨说他们的机会不如这个80后或者90后，多少的大家还是会向外看嘛。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些比如说刚刚毕业的这个00后05后，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呢？具体的来讲，就是要找到一个自己的核心能力，或者找到一个爱好。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核心能力的，有的人可能很擅长趋势，有的人很擅长跟人打交道。比如我认识一个00后，他是特别擅长泡妞他其实其貌不扬。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海王。我说啥叫海王？他说我 dating 过超过100位女孩子。然后我说你这么其貌不扬，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很了解女性，他说我知道她们想要什么。他说他每次那些女孩子给他发的信息，他就知道应该说什么样的东西。他就给我举个例子，他说有个女孩子给他发了个逗号，然后他就回了他一段话，然后他们俩就在一起。我说你是怎么知道该回这段话的？他说因为我结合到 context， 对吧？然后我知道他这个逗号后面的那个情绪是什么，这也是他的核心能力。你知道，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核心能力，寝室里面的人都问他问题。后来他们那栋楼的人每天中午都过去问他问题，说我该怎么追这个女孩子，我该怎么跟她相处。后来他就把他的这些 context domain knowledge 去train了一个 agent， 然后卖几百块钱一个月，卖给他周围的朋友们。他后来也赚了很多钱，找到自己的那个核心能力。这个核心能力是什么？就是不要有道德的约束，也不要有什么方式方法上的约束，找到自己对什么东西的理解和洞察是超过常人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怎么和 AI 结合去放大它。
AI 最大的价值是把你那些微不足道的，甚至看起来非常非常细小的洞察，变成某种生产力和其他的生产去结合在一起。就像他刚才说的，对这个女性的这种聊天的洞察一样，或者女性背后的心态的洞察一样，它也是一种洞察，它的洞察很高级。我觉得对于年轻的创业者或者个体而言，我觉得是于具体的来讲，找到自己那个超过别人的核心能力，或者说那个洞察那个审美。那我觉得如果于抽象的角度来讲呢，其实人类用脑力用智力去发展去成长是工业文明之后的产物，大概有300年的历史，但是整个人类大概30万年的历史，所以我们其实只是非常白驹过隙的一段，我们开始用头脑去生活，在此之前我们都是用体力去生活，所以那些部落的领袖可能都是体力最好的人，而不是脑力最好的人。那后来我们进行了一次升级，变成了脑力，其实脑力可能被过度的开发了就是或者说智力被过度的开发了。就像很多农民，他可能摸一下土地，他知道该不该插秧，但今天我们通过很多精确的仪表，但没有办法得出正确的结论。我觉得在这样一个 AI 的时代里面，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的脑力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 AI 可能会接过去我们的脑力。就像10几年前我们能记住很多电话号码，我们现在可能我有时候连自己的都记不住。那我相信以后可能会出现很多脸盲，可能这个人或者这些事儿你都记不住，因为有一个 AI眼镜帮你托管了你的生活。那个时候的人类可能需要的不是所谓的智力和脑力，我觉得是需要的是心力，需要的是专注，需要的是松弛，需要的是某种和一体性和大自然的某种连接，对吧？可能他又回归到了某种身体。我觉得那个时候从抽象的角度来讲，就是人何以为人，肯定不因为他只是有一个大脑。那怎么样子去更好的去了解你自己，更好的去跟人交流。我觉得以后可能人和人之间很多东西不用说了，因为 agent 把这些该做的事儿做完了，可能人和人之间待在一起仅仅是因为我们俩坐下来很舒服。情绪价值，对，都是情绪价值，对吧？它情绪价值甚至不是语言的，或者和语言无关，就是我们俩坐下来，我们俩觉得很舒服很平静，对吧？那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一种回归所以于抽象来讲，我觉得要找到一个爱好，让自己回到这个心流的状态，回归到一个更专注更当下的状态，我觉得从虚的角度来讲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AI 本身会代替大量的这个脑力，那投资行业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脑力的一个活，当然可能最后扣扳机的时候需要的是心力。就你们本身现在是怎么用人工智能来武装和升级自己的？对，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包括就是说我们大量的我们内部的讨论会议的纪要，对吧？然后我们现在都开始让 AI 去学习，简单就说让 AI 成为一个外脑，对吧？因为他看了我们大量的决策，他可能对我们的一些决策逻辑可能也有一些理解，他至少成为一个相当于是顾问一样的，他可能会能提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我们以前在很多年前可能在某一个案子上提出过，他可能突然抽象出了这个后面的一个底层规律，他在这个案子上问了一个好的问题。从决策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辅助决策的这个阶段里面来，对吧？给你提供一个视角，让你少一些盲区，对吧？也少一点 ego。这个除了使用 AI 以外，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个能否给大家推荐1、2本书啊？推荐书这件事情，就是说可能还是要看受众是谁，就是因为不同的受众，可能这个书是因为书有很多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书，对吧 ？AI 或者历史吧。我觉得 AI 里面有本书叫2、3年前读的，应该叫《深度学习革命》，它其实是把整个深度学习的历史全部讲了一遍，从最开始的这些神经网络呀，什么 CNN 这些全部都讲了一遍。你读完这个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为什么会是长成这个样子，它对你去了解 AI 的整个发展史有一种感觉的，对吧？其实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忽略了那种感受，就为什么在一线，其实一线很重要的是它传递那种感受给你，而不仅仅是这个所谓的结论和认知，因为认知太离散了，但这个世界它其实可以更连续，我觉得那个东西它会让你有一种连续感。第二个我想推荐一本书叫《新之道》，是阿伦瓦兹写的。阿伦瓦兹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大禅师，在美国嬉皮士一代里面影响力非常大，他已经过世了。那他去世的时候，当时还有一本没有完成的书，但我想推荐这本《新之道》，他就讲了，他当时在大概半个世纪以前吧，他就预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类因为工业革命的原因，我们的头脑被过度开发了，因为我们的头脑被过度开发了，所以我们分裂出了一个叫自然我，一个叫意识我。意识我呢，它需要很多安全感，然后所以它开始割裂，就是因为意识我和自然的我的割裂，造成了意识我拼命的向外求，去拿到更多东西，让自己有安全感。在这个获取安全的过程里面，他认为自然我影响了意识我的发展，于是自然我和意识我进一步的割裂。
割裂的意识我是不可能有安全感的，因为本来就没有安全感这个东西。然后包括科技的发展，他认为会进一步的加剧这种意识我的割裂。我觉得他对于这种割裂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然后也成功的预见了整个美国50年代60年代的这些焦虑啊，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们最近把它海外的版权也买回来了，我们会重新去印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可能过去读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可能也因为标价太高，就造成很多时候就绝版了。我当时还花了很多方法才买了这本书，但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棒，所以我们最近买回了它版权，然后重新去刊印。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能读到这本书，因为他当时这本书就叫《新之道治焦虑的时代》，就讲了这个从他一个大的这个阐释的角度去理解科技和人文的这种割裂。我们这本书我想今年5、6月份应该就能出版出来，这也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去回归吧，就是回归到整体，而不是割裂啊。所以我觉得这2本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好的，谢谢金健，也谢谢你的推荐。今天的 Build It Up 就到这里，感谢金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如果你对本期内容感兴趣，欢迎点赞、订阅，和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前沿话题。我是 Bill，我们下期再见。